你眼前所看到的就是通天彻地、震撼人心的奇观——龙吸水。今年7月10日，我国黑龙江的牡丹江上就曾出现龙吸水的奇观，看上去就像是有一条龙在天上吸地上的水，非常壮观。那么，龙吸水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事实上，龙吸水就是一种偶尔在温暖的海面或水面上产生的龙卷风。也就是说，龙吸水实际上是龙卷风的一种。龙吸水发生时，其上端连接着雷雨云，下端延伸到水面上，在高速旋转的同时，还会在水面上进行移动。虽然非常震撼人心，但其内部2000米每小时以上的风速同样是非常危险的。而水面上的水之所以会被吸上去，主要是因为龙吸水的本质其实是涡旋的一种，空气绕着龙卷风的轴快速旋转，而随着龙卷中心气压的极度减小，水流就会被吸引进入涡旋的底部，紧接着进入底部的水流又会顺着高速旋转的空气，成为绕着龙卷的中心轴向上运动的涡流。龙卷风能把水吸上去，当然也能把水里的东西如鱼甚至是船只等卷入空中，之后又在重力的作用下掉落在地面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地方发生龙吸水时会出现天上下雨的怪事的主要原因。那么龙吸水形成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经常关注龙吸水的人应该可以发现，龙吸水很多时候也会发生在远离雷雨系统的地方，甚至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也会出现。事实上，龙吸水的形成条件主要有3点。第一点就是必须有高温和高湿的空气，湿度比较大的空气一旦发生凝结现象，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前热，进而变成位能和动能，而空气温度高也反映出了其比较大的热能。第二点是要有积雨云，并且积雨云必须要足够旺盛，作为强对流的产物之一，积雨云在强对流运动中很容易就会形成涡环，进而为龙吸水的产生创造条件。而第3点则是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之间的切换和变化的幅度程度要比较大。通俗点来理解，方向相反的这2种气流，它们各自的速度都要非常大，从而产生强切变。以上3点就是龙吸水形成的3个关键条件。而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龙吸水在1000个左右，其中不乏一些特殊的龙吸水，例如双龙吸水，就是同时出现2股龙吸水。此外还有9龙吸水。2014年10月20日上午，我国青海湖就曾出现9龙吸水的罕见奇观，在1个小时的时间内，陆续出现了9条白色的水柱，将云端和碧蓝色的湖面相连，就像蛟龙从天际坠入湖水，场面蔚为壮观。最后问题来了，屏幕前的你亲眼见到过龙吸水吗？你最想见到的自然奇观又是什么呢？